20年前我认识了我老公，我们2个人感情非常好，也没领结婚证，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就有了我们的孩子。我做生意不好干了，后来出去打工。他出去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在家里我一个人也寂寞，认识了一个男的，我们2个人就发生了关系。我知道我对不起我老公，我后来吧，老公知道了以后就打我骂我，哥哥就逼着我跟他分手，我也不想跟他分手，因为我们的感情毕竟非常好，这是我错了。我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一直拿女人威胁，让我跟他在一块，但是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对我好的人，为了这个人，他一直跟我闹。我不管你怎么打我，怎么虐待我，我不会离开这个家的，我也不会再跟别的男人结婚，怎么再跟他们有什么感情了什么，我不会。我现在想，老公，我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咱们的孩子，你别抛弃我好吗？舍不得一春去秋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20年的情感，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情感当中充斥着背叛、不信任和暴力。今天的专家能帮到他们吗？来，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有请。男主人公申林，39岁，来自山西，自由职业，年收入2万元；女主人公齐秦才是山西，39岁，自由职业，年收入2万元。来，有请。听说昨天晚上还在打架是吗？没有打架，我就是跟他谈谈，我就说通过这个爱情保卫战想挽回我的老公，不想让他不想让他抛弃我。你们俩结婚了吗？我们没领结婚证。哦。在老家办了酒席是吧？为什么吵？因为他说的那些事情吧，我一下根本接受不了。他说什么？他说必须让我跟他在一起。他会改。他改什么？就是出轨的行为。他出过轨是吧？是的。哪年的事儿啊？3年前吧。你怎么知道他出轨啊？因为我在外边打工，没多长时间，他也出去打工。我偶尔的机会回去以后，晚上我去接他，就是6、7点钟吧。我看见他一个男的抱他。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假装说回家了。我说你现在在哪儿？他说在电视房。我说电视房我听不见电视里的声音呢。他说他马上就回家，其实他在人家房间呢。是有了那什么了是吧？那就不啊？不，我绝不放弃。不是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你们？我们当初20年前吧，通过朋友介绍，我们第一次见面吧，我就看着我老公是一个非常实在、老实、好强的一个男人。就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同居了。同居以后吧，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来得及领结婚就生活在一起了。因为当时我老公是个做生意的嘛，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富裕。但1992年我就生了我的第1胎孩子，男孩。他对我说我要好好的干，给咱们一个幸福的生活给儿子。我心里觉得很幸福，有这样一个好老公，我觉得很踏实。这么好的男人心里也踏实了，为什么你还会背叛这个家庭，背叛这段感情，背叛他呢？主持人，你请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好吗？好。95年我又生下了我的女儿。生下我女儿以后吧，我老公觉得心里更兴奋高兴的，说咱们一家子人，我觉得我要出去加把劲儿了，我要好好的干，所以他又出去打工了。他后来我从朋友介绍，我也找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这份工作就把我害死，现在能失去老公，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我照这样我真的不会出去。我出去打工的一段时间里，完了，我背叛了我老公，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世界。当时我忍受不了寂寞，就背叛了我老公，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但后来我老公偶尔回来发现了这事情。
给我姨爷好好的说，你跟我说了实话，我会原谅你。我真的不敢说实话，我怕真的他跟我会分手。老公，我知道我做错了，真的。我姨爷他就跟我说，没事的，他只要对你好，你只要幸福，我就幸福，我会把你送到他的身边。这你老公说的话？可是我这就是不敢承认，姨爷我也没有敢承认出来，我真的怕失去他，他跟我分手。但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走，他就说，你不说清楚今天就不能走。我老公从来没打过我，那一次他动手了，把我的手机也摔了。所谓3番5次出轨是跟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出轨时间有多久？长达多长时间？就你所知？2个月左右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负罪了？愧疚？是。OK， 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作为一个男人说吧，我不希望我的女人让别人说我戴绿帽子。是3年之前，对不对？对。那也就是08年，对，是吧？就一直拖着吗？就没分手吗？我给他提过分手。后来怎么没分掉呢？他去法院，人家法院给判了一个就是调解证明，就是以法律的证明。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证嘛，没有证，所以就是分开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有孩子是事实婚姻啊。法院怎么调解的呢？调解就是说你们分了，就是这意思。那不就分了吗？调解，他现在不放我呀，他每天都要你缠着我呀。他从08年开始就一直缠着你吗？对，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我就是怕失去他嘛，毕竟我们还有2个孩子嘛。孩子现在多大了？大的18了，小的15岁了。孩子知道你们俩的事儿吗？后来知道了嘛。现在孩子对你们俩这件事儿什么态度？不想让我们分手。女儿为了这个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含着眼泪写的。你教女儿的吧？没有教，我真没有教。我女儿就说，爸爸，因为我年纪还小，我也听出来是我妈妈做的对不起你，可是你原谅妈妈好不好？你原谅妈妈好不好呀，爸爸？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我不想失去爸爸，也不想失去妈妈。爸爸，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好吗？我想和从前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真不好说什么，就是如果这出自一个10几岁女孩的手，你们俩都应该反思反思了。就把女儿弄成这样，何必呢？那您现在有新感情吗？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09年后半年。09年后半年，在哪儿认识的呀？网上。网友是吧？对。下面你的情感生活有什么打算？我的意思就是跟他分开，互相冷静冷静。爸爸，我绝不会放弃，我真的不会放弃。老母亲，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承认我做错了，我为了你抛弃娘家的亲人，我回到你的身边。我告诉你，假如一个人要做出任何一件事情，他必须付出代价。老公，我自己做错了，我也会付出代价。不，我们毕竟是2年的夫妻，你原谅我好吗？请你原谅我好吗？应该对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任。我会用实验来证明我爱你，我要用行动去呼唤你的心回来。老公，我绝不会放弃你，请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先别哭好吗？控制一下情绪可以吗？我有问题问你好吗？不要活在你自己那些问题堆里好不好？OK。离开了他，你靠什么生活？我会用2双手。OK。就是说，其实，在你的生活里没有男人一样可以过，对不对？可是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我知道。你回答我的问题。靠双手能养活自己吗？我觉得我就疯了，我就是。不是，你能养活自己吗？可以。可以哈。第2个，确实离开他就疯了，是吧？真的，我当时还想过死呢，真的。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他，丢不下我的儿女。哦，你怎么打算呢？就一点机会不给他了？真的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他，只有我们2个人分开，你知道吗？不要在一块儿，不要老黏着我。那你们现在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和生活状况呢？就是我在我老爸那边住，他在新房子里住。哦，分居3年了啊。他还一直缠着你。对。你也不能开始新的生活。对。这个网友你见过吗？见过，今年刚见的。可是我不放弃他，我跟那女的吧，我跟她聊了天，说了，我说咱们毕竟都是女人，我相信你，希望你能理解做一个女人现在的感受。你也是一个做妈妈的，希望你能理解现在我的心情。不是你。他说他答应我离开我老公，让我老公回到我身边。我想知道专家对这样纠葛的感情是怎么看的？来，真心丘比特问卷。李老师，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一般爱情保障里面，一旦男人会说要分手或怎么样，那基本上这个仗很难打。况且现在已经人有了新的女朋友，那现在处理问题来看的话，就是说如何来接受现实的问题了。同时，我非常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为一己之私。不是。你会伤害孩子的。老师，我不是伤害孩子，因为他在家里跟我闹嘛，闹的孩子知道了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刚很想骂你的，但是你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我也跟着掉眼泪。我是这里唯一，就专家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性。出于一个女人，我想跟你讲一句心里话：当一个女人连自己的尊严和底线都保证不了的时候，她是不可能赢得一个男人的爱的。你不仅是一个太太，你还是一个妈妈，在孩子们面前千万不要这样哭，不要把自己的爱情或者曾经的错误变成一个男人可以任意打骂你的理由。你依然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错误已经翻过了，现在的你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要先学会的是冷静理智的接受。就有一个词叫承担，另外有一种责任叫放手。所以学会承担自己的错误，学习放手，给自己留最后的一丝尊严。哪怕你放手了，他离开，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依然是你孩子的爸爸。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得继续一塌糊涂，然后继续纠缠不清，继续丧失尊严，甚至丧失理智，不仅你的前夫会抛弃你更远更远，你的孩子最终也会远离这样的妈妈。范老师，我首先要批评你们2个，为什么结婚20年不领结婚证？你们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对不对？遇到问题了，法律没法保护你们。我想问问这个妻子啊，你是丈夫回来以后发现你跟别的男人好，还劝你不要再跟那个男人来往了，劝你辞去那个工作，你就不肯，还继续跟那个男人好，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想问问这个丈夫。是的。是的吗？是。就说你在的时候，他依然跟那个男人保持关系，这个就有点不地道了。如果你说单身一人在，你说我寂寞，我一时糊涂，一时怎么地都可以理解，甚至我还想为妻子说话，我为你辩护。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丈夫原谅你。一开始不是也原谅吗？是。对吧？但是他后来他不悔改，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犯了错误，你认为这个事情给你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很爱的一个男人，他离开我了，我今后吸取教训，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生活啊！你毕竟才39岁啊，我觉得你应该完全振作起来，痛改前非，对不对？会有人爱你的，你会重新得到爱情的，只要你以后生活上严谨一点。现在我想知道说，他每次闹得厉害的时候，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我要离开他，他跟我闹，就是我让他走，他不走，我跟他闹。实际上面就是怕失去呗，越闹不是越远吗？这次闹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有网友啊？是吗？
我没有跟他怎么闹，我就是给他讲道理，我就说在北京我们有2个孩子，就这样跟他慢慢的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已经告诉你，就算你们2人分手了，你们分别都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他对孩子还是有责任的，他仍然可以关爱这2个孩子，你怕什么？我再跟你说白了吧，人这一辈子也许不可能只爱一个人，你可以，也许当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爱了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懂吗？不是，当一个人尊严都不要的时候，他的人生所有底线和凭据都没有了，都你有尊严，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应该有你的尊严，你还是母亲。是很不舒服吗？胃疼？怎么了？没事儿。啊？没事儿。为什么掩盖呢？疼吗？怎么了？没事儿。说嘛。老师没事儿，真的没事儿。那你干嘛这个姿势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姿势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好吗？我身体上很不舒服，但是我要绷着，对不对？是。我为什么要绷着？我想留这个人，对吧？如果我不是为了以留这个人为目的，可能我腰疼的或者我胃疼的已经倒在这儿了，对不对？我不会倒下。为什么？为了2个孩子，我也不会倒下。你我是在问你胃疼的事儿，没必要。我先问你胃疼的事儿啊，胃疼是吧？我告诉你。不是，你既然这么爱孩子，你当初干嘛呢？不是，咱们过去的事儿不说了吗？就是你现在拿出来孩子来说。如果你在他的面前是躺倒的，是一个小痛就倒在那儿，甚至爬在地上，你就得不回他的心。其实你看生活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是。你要在这个现场心里想，我要挽救你，我胃疼我都要挽救，你难受，他现在还会看你一眼吗？会吗？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悲剧的后面总有始作俑者。看起来好像他是这样的，好，所有错误都在他身上，你老人家真没错啊。不是我没错。你错在哪儿了？我知道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吗？我要出去把他带上，他也不会信我。不对吧？他要打工，他反正是打工。一个人真的想离开另一个人，离不开吗？能离开。对呀，你在那暧昧什么呢？你为什么08年开始又给他3年希望呢？问题是别拿孩子说事儿。我没有拿孩子说事。为什么？你只要回去，他马上后边就回去，马上后边就回去。每天你说吵吵闹闹，孩子有时候。也就是说这3年你们没分开呗？不是我不想断。这么认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遇到你孩子的妈要这么纠缠你，他除非是连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也同时不做了，否则他没有办法不去跟这个孩子的妈保持联络。他难道一走了之，连孩子都不要了吗？他只要这个孩子，他如果这个……所以他不聪明吗？他何止不聪明，你越是放手了，让时间去解决，没准他慢慢的还回过气来了，因为他新找的那个人又不见得真的能过得来。你在这时候闹什么闹？你越闹越僵，越没有回头路。说实话，离婚再复婚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想1分钟都不放手，那你没那智慧。听听亲朋好友怎么说，踏浪旁观者清。我最不愿意连线的，但是好像还得连是吧？来连线女儿。喂，你好。你好。小申是吧？对。15了？叔叔跟你求证一件事哈，你是不是说过爸爸如果不管妈妈，你就不读书了？说过。谁教你的？没有人教我。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你为什么希望他们永远在一起？你告诉叔叔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不是家里边就会和以前一样的幸福吗？如果他们在一起，他们都很痛苦，你接受吗？不可能的。你有好朋友吗？你告诉我，小申。好朋友？对。有。如果有一天你好朋友不再跟你好了，你接受吗？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以前一处了那么多年，不可能接受的，忽然一下。OK， 好。你今天打来电话，主要是想跟爸爸说，让爸爸跟妈妈回去，是吧？对。好。
谢谢你。我希望妈妈还能和以前一样那么的幸福。好，谢谢你，再见。再见。我恨的嘛，我真就恨的嘛。其实我真的理解这个孩子的心。不是你，但是他已经变得跟妈妈一样。一样嘛，我说在复制嘛，就是啊，你有好朋友，他不跟你好了，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10多年了，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怕吗？孩子以后的成长也是问题，你看吧。天哪！就是你们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做人父母。首先2个人应该把问题解决清楚了，然后再给孩子有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孩子反过来要求你做什么。你们别忘了，你们这点事情不叫事儿，你们的孩子问题才是大事儿。来，我们接进姐夫的电话，谁的姐夫？吉女士的姐夫，对不对？是他的姐夫。啊。喂，你好。好。姐夫好。啊。他们俩这事儿闹成这样，您什么意见啊？我的意见是叫他们和好。和好是吧？圆圆。不希望他们2个人分开。为什么呢？因为上有父母70多岁了，下有儿女，都全家都靠他们2个。他们发生一点小问题，那不是大问题。谢谢姐夫。他有改过自新，希望他们团团圆圆。好，谢谢姐夫。咱为了女儿再忍3年吧。我意思就是我们分开吧，就是女儿过来，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吃饭。你老黏着我，显得你这人就没一点，农村的话就是没一点油性了。她永远都是你孩子的妈妈。我知道。所以你也要给她留点自尊。你明白吗？你可以不再爱她了，但是你也没给她留自尊。但是我们要在一块儿。朋友给我发个信息，他也是看，我不让他看，他就给我闹。轻了我不惹你，重了你说我跟你闹。那你为什么不能试着接受他呢？我觉得他其实虽然犯了错误，但站在那里各方面都还是个不错的女人，而且他其实也真心悔改了。你既然都有勇气再爱别的人，为什么没有勇气再爱回他呢？你再爱他一次不可以吗？假如一个人要再三的把他奉告他要是不回头，我觉得太没意思。但是有可能你现在毁掉的是3个女人，还其中有2个是你的骨肉。就是在一块儿，也只有吵闹。不是你要和他在一起，不一定要和他在一起结婚。我觉得你和他在一起，先把女儿安抚好，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该做的。今天啊。这个节目录的憋屈的嘛。是啊，一口气都出来。老师能让我说2句话吗？你保持你的自尊，沉默是最好的保留自尊的方式。你要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你不要再说了。我最心痛的就是那15岁的女儿。是啊。我这一出门，他就拿女儿说：“女儿来了，你快点回来吧，让女儿给我打电话。”但是你要想想看，女儿为什么一个劲儿的帮妈妈说话，不帮爸爸说话？除了农村里的那些观念以外，是不是说明女儿其实也是怜惜妈妈的？妈妈其实不是太差的妈妈。如果这个妈妈非常差的话，女儿也不会这样做。申先生，其实现在要提醒你想的有3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你女儿已经这样了，你在制造另外一个你的媳妇儿。今天你媳妇儿所受的一切，就是明天你女儿所受的一切，这个在心理学上都是有科学论证的。第2个问题，你今天做的一切也是你儿子未来要做的一切，这个也不用论证，请考虑好。第3个问题是，如果现在真的你说我要开始新的情感，麻烦你都说清楚，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对不起，我要开始我新的情感了，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处理好，不要再一次影响到孩子，都要交代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裹在一起。真的认为说你站在了一个道德的所谓制高点上，你就可以践踏所有的东西吗？你这个做法其实挺践踏他尊严的。因为我当初我给他说过，我说我们分开吧，对吧？我就跟他说，为了孩子，咱们不要再闹了。你知道他最做的一件最对不起我的是什么吗？今年姑娘我们过来以后吧，他让我姑娘跟那个女的视频，那个女的就说，你爸爸你妈妈不会幸福的，我会代替你妈妈的。我姑娘说谁也代替不了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你们都在利用孩子，你们我没有利用他，
再让那个女的给我姑娘视频，你说他做的对吗？这你干的事儿？不是，我女儿在网吧，我朋友说可以跟你女儿见面，我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我说你可以跟她见面，我女儿说可以，所以我才跟她见面。就是他其实有新的感情也没错。对，而且人家新妈妈见一下女儿也没错。太早了，别提什么新妈妈，你们都没结婚，没领结婚证，你下一次一定要记住，真的要开始新感情，给我老老实实领结婚证去。哎，乱了，算了，我们也其实一点都不乱。如果你想让孩子摆脱困境，首先要做回一个母亲；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生活，首先要做回一个父亲。好多道理就是女儿连这个15岁的女孩现在说不知道这样基本道理都很少。为什么闹？要跟女儿讲清楚，要给女儿的妈妈留尊严。你们留了吗？你痛快，你也痛快，孩子好可怜。你们自己想，把你们2个人各自的东西先扔一边，先想想2个孩子吧。来。黄金60秒。今天咱们换一种说法，您先开始说。老公，我还是那句话，我绝不会放弃，我会用我的时间来证明我是爱你的，我会用我的行动来换回你的心，我永远不变，永远不变。不管再等多少年，只要我有个气，我都要把你等到我身边，叫你给我说一句我原谅你了，我就满意。为了儿女，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粘着，你知道吧？给对儿女留一点空间。你不要我一有什么你就拿女儿过来，你爸爸干什么去了？你不要说这些话，我不希望害了儿女。我们2个的事情，不要把儿女掺和进来。互相都分开，冷静，想想以后应该怎样把儿女教好。可是你知道吗？我为了你愿意失去一切。有一次你把我打的不会说话了以后，你抱着我就说我爱你。行了。我是在乎你才这样对你的，你这样说，你把我。我是一个男人，我无法接受别人说我戴绿帽子。因为我们是农村，不是城市，我真的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心情。农村只要有一家有什么事可以传遍千万里，城市不可以，没有人说。好，2位都回去吧。来，请关门。节目开始，我有说过，比上面还要纠集，对不对？他的纠集来自于还有2个孩子，做父母的怎么就忍心呢？结局其实很显然，各位，请选择。79.25%的现场观众选择了2位会分手，我比较认同这79.25%的观众朋友的认识，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打赌，这扇门打开一定是空的。我希望那扇门也是空的。好，来，5、4、3、2、1，我们看看结果。5、4、3、2、1，请开门。啊？哪一张？拥抱吧，拥抱吧，拥抱吧。你哭什么呀，花儿？这是最好的结果。为什么回来了呀？
真心的原谅他吧。为了孩子是吗？你原谅了吗？真原谅了？哎呀，从此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相信她可以做个好女人和好妈妈。来，现场70%多的跟我觉得都要分开的观众朋友，一定要鼓掌，真的要鼓掌。老师，你帮了我，我太感谢你。咱别这样行吗？来，往前走。小话筒来。来吧。这叫订婚戒指，未婚妻啊，只是未婚妻。谢谢2位小花童，请回。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饰对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发自内心的吗？为了孩子原谅他是吗？真的是吗？真的谢谢你们，真的是谢谢你们帮了我，老师们谢谢呀，我真的好感谢你们，让我再次带他回到我身边，咱回家吧，咱不这样，带他走吧。